大雄的 CP 是静香，哆啦 A 梦也恋爱过好几次。那你知道哆啦美的 CP 是谁吗？哆啦 A 梦来到22世纪参加哆啦美的毕业典礼，天突然黑了下来，一道闪电劈中了中央电脑爹地13号。随后不知从哪儿来的一股巨大的吸力，将正在参加典礼的机器人们全部都吸走了，连哆啦 A 梦和校长也没能幸免。随着大门关闭，整个学校就只剩下哆啦美。很显然，学校里发生了什么不寻常的事，但他口袋里的道具都被吸走了。这时地面上有张闪闪发光的卡片，是哆啦 A 梦的好友通讯卡。这张卡是用来召唤当初与哆啦 A 梦结为兄弟的其他6人的道具。随着一道光束，位于世界各地的哆啦 A 梦的兄弟们相继收到信号，开始向学校集结。他们分别是在中国擅长武术的王多拉，在巴西的年轻超前前锋多拉球猫，在沙特阿拉伯会使用魔法的多拉梅杜三世，在俄罗斯的流浪之星多拉尼可夫，在西班牙的年轻斗牛士怪力多拉，以及在美国西部的神枪手多拉小子。多拉小子接到信号，连饭都顾不上吃，就马不停蹄地赶去救援。他是第一个到达现场的外援。多拉美正对着白马王子的壁画祈求帮助，多拉小子就骑着白色飞马从天而降。所以骑白马的不一定是王子，还有可能是机器猫。哆啦美以为是白马王子显灵，连忙告诉多拉小子，哆啦 A 梦被一个不可思议的东西吸进去了。校长和同学们也都被吸走了。多拉小子问起以前负责管理学校的爹地13号，他在这里念书时是这台中央电脑负责管理学生们的。哆啦美告诉他，现在是妈咪14号负责管理学校了，因为之前的爹地13号过于老旧，已经退休了。这时又有一股巨大的吸力从旁边的门传来，多拉小子原本想跟对方正面硬刚，但他好几发空气炮过去，对面竟然安然无恙，他自己差点也被吸进去。幸好多拉美及时把门关上了，但他们还没来得及喘口气，那股力量竟然直接把门吸碎了。他们拔腿就跑，这吸力非常强劲，地面也都被吸走。危急时刻，多拉小子带多拉美一起骑上了飞马，逃过了一劫。可没想到他们竟然撞到了空气墙，又差点掉了下去。飞马被吸了进去，多拉小子连发数炮，用空气炮的后坐力推进上升，终于远离了吸力范围。他们掉进了水池里，发现这里有一个通道。随着通道，他们来到了一处偌大的地下空间。多拉美惊讶地发现，这里有许多诡异的装饰。多拉小子想起这是学校以前的工作室，但他不记得以前有这些东西。多拉美发现那些同学们都被做成浮雕，镶嵌在了墙上。这时，他们背后出现了一个巨大的身影，看起来像是个大蟑螂。多拉美最怕的就是蟑螂了。随后，这个巨大的影子睁开了眼睛，嘴里一直念叨着“把你做了，把你做了”。多拉小子以为这家伙就是幕后黑手，举起空气炮想与他对决，可没想到这大眼睛直接把他的空气炮收走了，并雕刻成了一尊迷你自由女神像还给了他。接着大眼睛走到了光照下，多拉小子认出这是当时担任工作室助教的工具铁人。这家伙喷出胶水，将多拉美和多拉小子固定在墙上，准备给他们也修整个造型。这时一个橙色的身影出现，给了工具铁人一记飞踢。前来增援的正是王多拉，他觉得很奇怪，工具铁人现在应该已经退休了才对，看来学校发生什么异变了。这时工具铁人又站了起来，王多拉拿出双节棍，先帮那两猫脱了困，然后开始耍棍与铁人周旋。多拉小子也想一起上，但他的空气炮被改造成了雕塑，不但没发射出炮火，还将自己跟多拉美一起绑进了垃圾桶。这铁人有太多只手了，王多拉渐渐应接不暇，铁人甚至伸出大钻头将王多拉逼到了墙角。这时王多拉注意到了铁人身后的大插头，他想起来只要把插头拔掉，这玩意儿就动不了了。他快速闪身到铁人身后，一脚踢断了插头。工具铁人终于歇菜了，王多拉回过神来，想寻找多拉美他们，结果踩到了裸露的电线，触电了，晕倒了。另一边，多拉美和多拉小子一路滑到了焚烧炉内部，差一点点就要掉进火海了。幸好多拉梅杜三世踩着他的飞毯及时赶到，他用毯子将两猫救下，并告诉他们，似乎整个学校都被透明的罩子包了起来。这样一来，大家就不能自由出入学校了。他们来到了音乐教室，这里的学生们都进入了熟睡状态。为了搞清状况，他们飞进去查看，结果刚进去就被一阵超大声的音乐吓了一大跳。这次暴走的是他们以前犯错误的时候使用的管风琴机器人，这东西奏出的音乐有催眠的效果。多拉梅杜提醒他们把耳朵堵起来，集中精神就不会睡着了。昏昏欲睡的多拉美瞬间清醒了过来，但多拉小子已经睡着了。
于是多拉梅杜拿出自己的魔笛，用魔法对抗魔法，两股音波交织碰撞，多拉梅杜渐渐占据上风，但笛子可比管风琴小太多了，最终他们还是被琴的音浪崩飞了。管风琴开始暴走，继续破坏学校，这让多拉梅杜很生气。他体型变得巨大，一个超大喵喵拳怼了过去，一击将管风琴吹散了。这场音乐风波终于告一段落，但多拉梅杜不小心打穿了天花板，大量的水渗透了进来。要知道这家伙可是很怕水的。另一边，由于多拉美不会操控飞毯，他和多拉小子狠狠撞在了墙上，掉在了体育馆里。这小子还没睡醒呢，他掉在地上后还以为是吃甜点的时间到了，多拉美都忍不住吐槽了他。这时，一大群跳马机器人将多拉美围了起来。多拉小子拿起球拍，将跳马一个个削飞了，削得只剩最后一个了。多拉美瑟瑟发抖地躲在里面。随后，这些本该已经停止使用的跳马机器人也开始暴走，将他俩团团围住。关键时候，多拉小子却因为肚子饿没有力气了，大量跳马冲着他们扑来。这时，怪力多拉登场，他拿着斗牛斗篷将跳马全都赶走了。他让多拉美和那个没用的家伙躲到一边，自己准备跟跳马们火拼。没想到跳马们竟然合体成了一个超大的机器人。怪力多拉认为这背后一定是有人在操控，接着他就被两个跳马框住，无法动弹。眼看合体机器人就要袭来，没想怪力多拉竟然能用他的两只牛角与对方角逐，并且硬生生挣脱了束缚。真不愧是多拉七小子中力气最大的。不过这家伙一累就要倒头睡觉，接下来还要看多拉美和多拉小子的了。多拉美来到厨房，这里很久没有使用了，他好不容易找到材料，做了个铜锣烧给多拉小子充饥。多拉小子狼吞虎咽地吃下去，并夸赞多拉美很有料理天赋。多拉美突然意识到，她比任何人都要早来帮忙，甚至连饭都没顾得上吃。她内心非常感动，但这小子吃了一个还不够。可这里没有多余的材料了，多拉小子不信邪，开始东翻西找。最后，他将目光锁定在一台大冰箱上，结果这个冰箱怎么都打不开。多拉小子气得骂了冰箱一句，然后这个冰箱就生气了，他将厨房化成一片冰天雪地。多拉小子发现多拉尼可夫也被冻住了，他灵机一动，把多拉美的蝴蝶结折成了圆形。多拉尼可夫一看见圆的东西就会变身，于是他瞬间破冰而出。然后多拉小子又往他嘴里扔了一瓶辣椒酱，他嗷呜一声，火花四射，将冰箱喷跑了，但他自己也失控了。多拉小子赶紧拉起多拉美逃离现场，这次他们又掉进了理科教室，这里有许多机器人被关在试剂里，多拉球猫也在这里。健忘的多拉球猫差点忘了自己到学校是干啥来的。这时他身后出现了一个以前被收进仓库的恐龙模型，这模型想要攻击他们，很显然也是背后有人在控制的。多拉球猫快速助跑，使出一记超级回旋踢，用地球仪将模型制服了。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，多拉球猫突然被不明的电线绑走了，多拉美他们赶紧追了上去。他们来到中央控制室，发现妈咪14号被休止环围绕着。这时那股强大吸力再次出现，多拉小子冷静分析了一下，到现在为止出现的都是一些已经作废的机器人，他猜到了幕后主使的真实身份。然后他跟多拉美悄悄说了应对计划，他负责吸引对方的注意力。多拉美纵身一跃，关掉了对方的开关。多拉小子猜对了，吸走大家的就是以前使用的吸尘器机器人。他们刚准备去把大家释放出来，但又被传送到了爹地13号的面前。原来正是因为开头的那道闪电，让爹地13号程序错乱。他控制了那些老旧机器人，制造了这一系列的危机。因为他不想退休，想重新夺取学校的控制权。多拉美试图劝阻他，因为学校只是想把它翻新再使用，但爹地根本就不听劝，他将其他几个猫猫也带了过来。他们都被爹地用天线控制，失去了自我意识，并开始攻击多拉小子和多拉美。爹地还操控多拉球猫，给小子也带上天线。多拉美吓坏了，他泪眼汪汪地看着多拉小子，这下他真的是孤立无援了。可没想到多拉小子竟然是清醒的，他一拳打飞了围在多拉美身边的哆啦 A 梦，然后霸总上身地说道：“我不是说了吗？我会保护好你的。”原来多拉小子的帽子是特别的，一切破坏电波对他都不起作用。然后小子拿出好友通讯卡，唤醒了其他的兄弟。这张卡可是他们一起不顾生命深入梦幻的古代神殿冒险得来的，是象征友谊永恒的传说中的秘密道具。其他几个兄弟们听到了多
多拉小子的呼唤瞬间清醒，他们一起喊着口号，将力量合二为一，集成了一个超强空气炮，击碎了笼罩在学校的透明罩，也成功唤醒了爹地13号。事情结束后，哆啦 A 梦才慢半拍的醒过来。这一次，哆啦 A 梦真是躺赢，这场因雷击产生的风波终于告一段落了。在这以后，爹地13号和妈咪14号相互配合，共同管理着学校，大家也合力修好了那些老旧机器人。哆啦美也愉快的毕业了。他还送了一台崭新的空气炮给他的白马王子，这就是哆啦美和哆啦小子相遇的故事。好了，本期问题，除了哆啦 A 梦，你们最喜欢哪个机器猫？欢迎大家留言、点赞和关注哦，咱们明天见。